大家好，我是曼大，感谢版友的支持，让我们提前到达1000订阅。这集是1000订阅的特别篇，我们谈一下跟1000这数字有关的事情。这集影片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曼大是怎么存到人生第一个1000万的。会想到这个主题，是因为我在制作500订阅特别篇影片时，简大刚好分享他的历年投资损益。我跟简大年龄相仿，简大在37岁就存到他人生中第一个1000万，接着用不到4年的时间，透过纯股投资，快速存到人生第二个1000万。谈到理财与投资，持续投资自己最重要的头脑，不断的学习才是成长的不二法门。有看500订阅特别篇的版友会知道，曼大的理财启蒙老师是一位好同事。我从 IMJ 老师的超级数字力课程开始，透过同事的教学相长，一起研究共好，了解如何用关键财报数字选出绩优股票。从2016年底存股至今，已获得算是不错的投资报酬。进入影片主题之前，特别感谢庄丰明版友、Rock 版友以及 FT 版友。衷心感谢3位版友给予漫好频道的超级感谢，因为你们的鼓励，正向激励我们把漫好频道越做越好。也感谢支持漫好频道的1340位版友，我们自信漫好频道分享在国海实战的内容，只要版友一起研究讨论，一定能有满满的收获与不错的成果。我们开始进入影片主题。除了超级数字力之外，我也追踪蛮多理财达人，比如缺右上老师，他的每本书我都有认真看。如果你要找寻高 CP 值的长期稳定获利模式，推荐缺老师的阿甘投资法，只要愿意学习，并且有执行力，持续获利绝对不是问题。另外像是80后年轻但超优秀的总经专家游廷浩的财经号角，每天早上8点半，早晨财经速解读。如果您对总经的庞大数据能够更加了解，对于投资的决策与判断也能够更加的精准果决。另一位总经专家艾谢克，我也认真的读完他的书《景气循环投资法》，努力学以致用，加强自己投资的决断与周期持有的信念。此外，我也追踪爱大的财讯专栏，您不一定要付费购买会员，光是看财讯专栏的标题，就可以对总经接下来的走势有所想法。而大人哥的财商知识频道，也给我了很多启发，帮助我突破非常多盲点。看完大人哥的著作《杠杆 ETF 投资法》之后，对正爱有了重新的认识，可以说是获益良多。非常推荐版友追大人哥的部落格浅谈保险观念，里头有非常多财商好文，认真研读之后，可以提高自己的财商思维，受用无穷。不好意思，请容我先岔开话题，题外话一下我们频道。漫好频道在500订阅时，我按照订阅的人数与速度来推算，原估计应该是在2025年的上半年快走完，才有机会达成1000订阅的里程碑。没想到发布房贷存股实战 EP15 后，因为受到 YT 演算法的青睐，这一集竟然意外获得了185个订阅，真的是有点意外。我其实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设定而受到了演算法的青睐，因为近期我也没在频道的设定上有什么变动。自从房贷存股实战 EP5 这集之后，我每一集的影片演算法开始会帮我推荐1到2天。目前我的影片曝光点阅率约在 10% 上下， YT 近期3支影片都会帮我推荐2万次左右，所以近期5支影片都有突破2000次的观看次数。回想起漫好频道在2023年9月发布第一部理财影片，一直到2024年的5月，其实历经了7个多月的时间，才很不容易的走到100订阅。如今每部影片能超过2000次的观看次数，可以说是算是相当不容易了。由于漫好频道知名度还在低位阶，倘若版友你有在漫好频道中有所收获，请帮频道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鼓励我们频道持续经营下去。我们确信版友和漫好频道一起共好的情况下，一定可以在财务思维与理财规划上越做越好。我在半导体产业已经超过10年，很多人以为科技业的工程师每个都是年薪100万，很轻松就能存到1000万，但这种速度是专属于台积电、联发科、联咏这种超高知识水平电子专业人才，或者今年火烫的建商、代销等业者的。人在护国神山工作，薪水大多数由 PR90 以上的水准。诚如500订阅时的分享，有一段时间一直很后悔为什么不毕业就去护国神山工作，虽然非常的累，但是不管能撑多久，博士在神山能拿到的薪水，绝对是我在原公司的数倍。我2010年开始进入职场，以天大地大台科大工程硕士学历，担任产学合作的第一份半导体产业工作，当时已经是担任全职的工作，月薪是4万元，第一年加上奖金的年薪约在60万左右。我是在取得博士学位后，升任公司科长，年收入才突破100万。倘若我一毕业就进入神山工作，年收入应该是第3年就会突破200万，因为自己没一毕业就加入护国神山，蓦然回首，可以说是走了不少弯路。不过因为曼大有在神山实习过，看住师傅电话接不完的工作压力是心知肚明的。一个人能不能在神山待得住、待得久，除了抗压性之外，
人格特质也要适合才可以。还有幸不幸运，能不能遇到好主管等太多因素，这个话题我们就先停在这里，先不再继续说下去。回到怎么存1000万的主题，简大在30岁的时候已经有接近300万左右的流动资产，而我是在30岁的时候才取得博士学位，完成学业。我从大学到博士毕业的学贷负债是36万，而我27岁开始工作3年非常认真的存到100万。由于当时财商不佳，一毕业就把 1.88% 优质利率的36万学贷还掉了，没有善用这笔资金用来投资，所以在我30岁时，身上的总存款还不到100万。我在升任科长，年收入突破100万之后，每年能存下的钱慢慢变多了，但我平日的生活花费并没有因为收入提高而变高太多，我还是维持差不多的生活开销，所以多出来的收入我都能实在的存下来。这里我想分享一个小诀窍给版友参考，我从学生时期就有养成用 Excel 记账的习惯，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今天。我们影片中所提到的数字都是根据我记账的 Excel 表整理之后就可以知道的。记账有很多好处，比如要统计时，衣、住、行、娱乐、固定支出、流动支出等等年度花费，都可透过分类整理之后计算出各年度的花费总金额。建议各位版友也可以善用记账，日后您想要知道什么花费支出时，每一个数字您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。倘若要推算自己需要存到多少金额才能财务自由，记账的好习惯也可以帮上大忙。透过计算，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每年大概需要花多少钱，单身时、结婚后、有小孩后，年度花费会有什么变化，并且由于大笔花费都有备注，日后要追溯钱花去哪里时，都很容易找到依据。现在很多 App 或表格都可以帮助您开始记账， Google 也有提供免费的试算表，或者像我一样，用 Excel 制作适用自己的表格。像我就发现，记账这个小习惯，帮助我回想起非常多花钱的事情，在节流与计算财务自由需要的年度金额上非常有帮助，奠定了我在存钱目标上的好基础。今天影片中分享的资产不包括房子，我名下有一栋房子是父母赠予的，就是340万房贷存股套利抵押的房子，另外一栋是500万订阅特别篇中，我跟太太在2020年新冠肺炎期间购买的房子。今天影片分享我存到的1000万，是我出社会之后靠自己双手及头脑赚到的钱，不包括房子。不过请容我再感叹一下，2020年受限于自己的财商不够好，没有适当的扩大自己的购屋预算，在错误的控制自己购屋预算的同时，错过了最佳在竹北买房的时间点，如今可以说是懊悔不已。当时竹北3房加1平车大约1000万上下就有了，如今竹北3房没有3000万元以上，可能都没有比较像样的小3房可以看，购物压力真的不可同日而语。我在2017年之前并不知道如何选股、存股，虽然买基金赚到了10万块，如今10万块看来根本不值得一提。从超级数字里开始学习存股之后，随着时间过去，存到好股，股利价差双头赚。随着不断的学习财商知识，有一天突然像是被雷打到一样，发现除了看对，也要敢大部位重压，才有办法产生不错的投资报酬。像是曼尼苏曼达一路重压加码到900多张新卖，取得资产上9位数丰硕的成果，就是一个值得我和大家学习的榜样。如果您在年轻时就能走上正确的道路，您的资产累积速度一定会比我快。期待您能够早日走上正确的存股道路，加快自己存钱的速度。我们再说回到我怎么存到第一个1000万。其实我存到自己第一个1000万，几乎90%以上都是本业收入，认真工作，专注本业真的非常重要。我跟简大一样，投资的加成效果是在第二个1000万才发挥出来的。这张曼大投资历程表是我在投资8年的过程中各年度的投资历程总表，结算到2024年的10月18日，以实现价位实现损益正好达到1000万。不过诚如我在全持股实战的分享，10月因美债回档已下跌100万，所以这个投资历程资料还需更新，仅供参考。我们回到存钱，简大是37岁的时候，我推估是在工作第12年就存到1000万，我则是花了约13年的时间才存到1000万。我从记账记录中统计工作前13年的储蓄率约在 53%， 也就是说我这13年工作收入累积近2000万，搭配 53% 的储蓄率，才存到人生的第一个1000万。简大的储蓄率比我还高，目前在投资总报酬以及流动资产也都是领先我的，有不少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如今我们的第二个1000万都是靠投资理财加速赚到的，要靠投资获利，刚开始速度会很慢，但只要是买的是对的股票，比如54值型 ETF， 就可以安心的跟时间做好朋友，随着部位越来越大，雪球越滚越大，获利也会越来越快。最后我想谈一下大蓝哥的好文复利拐点，也就是复利的爆发点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
刚开始工作时的人力资本会占总资产的绝大部分，随着工作收入逐渐变现，这些钱会拿去投资变成金融资本。而到了老年退休的时候，人力资本会逐渐归零，退休时改由金融资本来支撑我们的退休生活。这就是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转换过程。其实我的投资报酬率不高，财富累积的真正原因还是我持续累积的工作收入。但是没有投资，光靠本业收入的累积似乎又太慢了一点。我们要知道，当工作收入到达一定程度，投资的复利才能进入爆发点，也就是复利真正发挥效用的时刻。许多人觉得复利没用，是因为到达复利爆发点之前，要花很长的时间，长到让多数人都会想要放弃。但是本金到达一定程度，就会启动复利爆发点。爆发点是指获利忽然向上爆发的情况，应该很容易理解。我从2016年存股至今8年，因为我有足够的耐心，我2016年底存股的股票，80%以上都存到现在还没卖，所以说获利也算是很不错。当然，随着自己投资能力的进步，已跳脱只会存高殖利率股的舒适圈，开始有能力挑战成长股的行列，也破除一定要追求被动收入的迷思，知道总报酬才是正解。相信自己的投资能力已经在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的道路上。目前投资获利的金额也在10月达标1000万，已经逐渐追上我在本业存到的金额了，快要接近1比1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目前的总资产中，已经接近一半是靠投资赚来的了。投资初期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复利，而是本金。一旦有了本金，本大利小利不小也将随之而来。希望您明白工作收入的重要性，提高工作收入，增加投资初期的本金，专注本业，持续学习理财知识，才能在投资理财道路上越做越好，真正理解复利真正的样貌。最后，曼大来帮您重点回顾：第一，投资自己最重要；第二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；第三，专注本业，学习投资。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，只要您准备好了，机会一来临，您就可以果断的上车。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特别篇的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再来讨论。谢谢，下期见。